這是一座沒有冬天的城市，這些都是巧克力做的。這裡小藥丸最貴時賣1600元，有句俗話叫好男不娶福州女，難道福州女很嚇人嗎？歡迎觀看我的心靈鴨湯之旅福州篇。我和朋友老 K 一起相約福州之旅，只因我提醒老 K 一句，長期高頻次觀看瑜伽短視頻不利於身心健康。老 K 憤怒地砸碎手中的保溫杯，泡脹的枸杞就像一顆顆死掉的心。老 K 哽咽着丟下一句，我只是熱愛瑜伽運動，轉身離去。我想說，你光看又不練，而且只看女士。話沒有說出口，友誼的小船說爛就爛。我一個人踏上旅途，窗外風景流轉，莫名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他留着中分，喜歡打籃球。我的第一站到了三坊七巷，這裡有冰心的故居。冰心童年時在福州居住的宅院，原主人是林徽因的堂叔林覺民，順便也了解了福州2大才女冰心與林徽因友誼的小船說爛就爛的故事。從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到如今的 AI 時代，人性從來沒有變過。好兄弟的反目往往因為現實的利益衝突，而閨蜜的決裂則多始於微妙的情感嫉妒。這是一個巧克力博物館，館內展示了重達10噸的巧克力雕塑，裡面彌漫着濃郁的巧克力香味，能看到用巧克力制作的福州傳統建築模型，甚至還有佛跳牆等福州名菜的巧克力版本，非常逼真。館內還有復刻的世界名畫和古典人物雕塑，比如唐三彩骆駝，全是用巧克力雕刻而成。除了人文歷史，還有恐龍化石、海洋生物等。巧克力博物館免門票，盈利主要靠帶貨、巧克力糖果。福州的特色小吃名字都有點奇怪，比如現在我要吃的這個叫撈化，一碗地道的撈化，由湯底、米粉和配料3部分組成，每一部分都至關重要。很明顯，配料部分我選擇了招牌撈化，裡面以豬內臟為主。總結這道特色小吃，名字聽起來很怪異，但實際上比較普適，五湖四海人的口味都可以兼容。這道小吃叫肉燕，名字聽起來同樣有些怪異。我吃的時候突然想到前蘇聯，事情突然就變得香豔了起來，甚至影響了我的吞咽。肉燕其實和鳥類燕子沒有任何關係，是因為包好的成品形狀酷似一只只小巧的飛燕。它的皮和餡主要成分都是豬肉，在我看來，它其實就是一碗肉馄饨。這種撒了芝麻的糊糊叫芋泥，它是由檳榔芋蒸熟後搗成泥，加入白糖和豬油翻炒而成的，質地非常細膩濃稠，口感非常的棒棒。附近有片仔癀博物館，我順道去看看。片仔癀被譽為藥中茅台，它是國家1級中藥保護品種，配方和工藝受國家绝密级保護，成分主要包含麝香、牛黃、蛇膽、三七等名貴藥材。由於其清熱解毒、消腫止痛的功效，原料中的天然麝香和牛黃極度稀缺。片仔癀長期以來被賦予了極強的金融屬性和禮品屬性，最貴的時候炒到1600元一粒。隨着炒作退潮和消費理性回歸，甚至出現了價格倒掛，即市場價低於官方指導價的現象。愛情島原名三線洲，是明代形成的冲積沙洲。上世紀80年代建園後，因為綠樹成蔭，環境幽靜，成了福州年輕人的戀愛聖地。愛情島的名字就此傳開。新型婚姻登記處是島上最標誌性的建築，它是福州首個公園式婚姻登記處，建築外觀呈心形，採用紅磚風貌，非常唯美。很多新人領證後都會在這裡合影。愛情島上還有許多的遊樂項目，我很不喜歡去遊樂園，因為我能接受的最刺激的項目是旋轉木馬。2019年我去尼泊爾，搭訕了一個豐腴的白富美，她邀請我坐快速版的摩天輪，我鼓起勇氣坐了上去，但看到摩天輪上那些鏽蝕的螺絲，聯想到印度遊樂園裡的種種嚇人慘案，在摩天輪開動前的最後幾秒，我飛也似的逃了下來，留下尼泊爾白富美在加德滿都的高空轉圈圈。落地後，白富美變成了黑富美，原本陽光帥氣的我只剩日光金氣。尼泊爾白富美說她還有點事，便轉身離去，同時帶走的還有對懦弱的中國男人的失望。前段時間逛公園，
看見2個40多歲的男女手牽手頭挨頭，我正暗自羨慕這個歲數的夫妻還這麼恩愛。聽見女方開口問大哥：“你哪一年的？”說到愛情與婚姻，關於福州有一句俗語：“好男不娶福州女”，聽起來有些刺耳，把福州女人說得很可怕。其實這句話是斷章取義的結果，它的原意其實是一句極高的讚美，而非貶低。這句俗語的完整版其實還有下半句，連起來看意思就完全反轉了。好男不娶福州女，縱得功名也枉然。原意是說，如果一個優秀的男子沒有娶到福州女子為妻，那麼即便他考取了功名利祿，也是枉然和遺憾的。歷史上著名的林徽因、冰心都是福州女性才貌双全的傑出代表。按我說，誰會拒絕美麗勤勞的福州女孩呢？只要她帶着善良的心意、互相包容的真誠和180萬的嫁妝。愛情和旅遊有許多的共同點：第一，都比較花錢；第二，都容易誤解。當年我們站在長江南北，以為彼此就在對岸，後來發現我在上游的荊州，而你在下游的揚州，相距1800里。多年後，我來到了你的城市，你盛裝打扮，我們約在湖邊的樹林中，金色的陽光灑在你的臉上，你的眼中光波流轉，我不禁心猿意馬，環佩叮當。清風正好，柳枝妙曼，恰如一場人生大夢。我們聊了一下午保險。道德經說：其出彌遠，其見彌淺。走得越遠的人，見識越是淺薄。部分情況下，我們看到的情況是，那些對中國有好感的外國人來到中國會看到各種好的方面。他們並不是因為來到中国以後才对中國有好感，而是在來之前就已經是很喜歡中国了。所以他們會來中國的大城市、高鐵、機場，關注這些中國比他們國家好的地方，同時他們會忽略掉那些不完美的地方。同樣的，那些看不起一個國家的人，到了那裡以後，就專往看那裡的垃圾堆、貧民窟、髒污邋遢的地方。他們看不到那裡人善良的一面，看不到乾淨的角落。他們帶着偏見去，心滿意足地證明了自己的偏見是对的，然後帶着偏見回來。如果一個人沒有出去看，當別人告訴他某某國家不是你想象的那樣，他會考慮一下是否說的有道理。而一個人去過那兒了，他就再也不會聽進去任何人關於那個國家的不同看法了。他花費了那麼多錢，那麼多時間，那麼辛苦，他看到的才是千真萬確的真理。他會在評論區裡說，要不是我去過那裡，我就信了。其實他不過是走馬觀花的逛了幾天，瞎子摸象還起碼摸到了腿，他就是摸到了幾根大象腿上的毛。但他會堅信他是實實在在的關於大象領域的專家。旅行非但沒有打破人們的偏見，反而加深了人們的偏見，讓人們更加狹隘、固執。旅遊產生刻板印象確實很深，我並不認為行萬里路強於讀萬卷書。旅行基本都是浮光掠影、走馬觀花。我打個比方，很多人去泰國旅行一趟，就會說泰國人有信仰、有底線、非常安全、熱情、淳樸、友好、真誠。但實際上，泰國被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、美國國務院多次列為全球人口販賣最嚴重國家之一。我甚至可以下定論，大多數情況下，博覽群書並經常更新通識信息的人，對世界的認知要強於不愛閱讀和思考的環球旅行者。所以，知行合一很重要。我非常敬仰王陽明，他文武雙全，知行合一，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将哲學思想與軍事工業完美融合的聖人。但我不會崇拜他，人生成功有太多的变量。明宪宗成化17年，殿試之日，春寒料峭，王華站在皇宮的台階下，神色平靜。他從小家裡窮，跟着父親王倫住在餘姚，靠着教書養活家人。但他的志向從來不是填飽肚子，而是追求聖賢之道。考試那天，他拿到的題目竟然和幾天前偶然看到的一張紙條上的內容一模一樣。那張紙條本來是权臣劉許的兒子泄露出來的，想幫自己的老師黃循考中。黃循是王華的老同學，之前不小心把紙條壓在了書下面，被王華無意間看到了。王華本來不是那种會偷看秘密的人，但題目既然看到了，就像種子落在了土裡，忍不住去思考。他把自己關在屋裡3天，反覆琢磨精義，最後寫出了一篇《漢唐八士論》，裡面引用了很多經典，氣勢恢宏。殿試的時候，明宪宗親自看了他的卷子，拍着桌子叫好。
大臣們商量後，一致決定把他定為辛丑科进士第1名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狀元。王華是王陽明的老爹，